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我做了一支长影片，分享了我的 wish list， 没想到受到好多朋友的喜欢啊。那么今年秋天呢，就再接再厉，分享这个季节我最想买的4样东西哦。不能我一个人种草，大家陪我一起来种草。那老规矩啊，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呢，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摸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镇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在海外的朋友呢，只要加这个微信号 X 的 Jessica Shopping 就可以进群一起慢慢买了。那我们就开始了。从去年开始呢，银色首饰就火遍了时尚界哦。你看，像我这种偏爱戴金饰的人也受不了这股银色诱惑，身上呢也开始戴满了银色的首饰。在上个的 wish list 影片里面呢，大家还记得吗？我最想买的单品之一就是 Tiffany 家那个很有名的 bone cuff， 我还去店里面试了一下，但最后没有买。一方面嘛，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太贵了，一个银质的手镯要$1500，还没有含上税啊！而且呢，最主要戴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不是很喜欢那些人手一个的东西所以最终呢我就没有买。那么今年秋天呢，我还是很想买一个银色的首饰，我这一次呢就换成了一根银色的长项链。因为我有很多纯色的单品嘛，再加上呢我的头发的颜色也比较深一点我自己的项链大部分都是短款的，有的时候呢觉得拉长脖子的效果，打破沉闷的效果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就很想买那种长的银项链。注意像这种亚洲女生比较喜欢的相对比较小巧的吊坠的银项链呢，不是我的菜不是说不好看但因为我人码子比较大一点嘛，所以那种小巧的项链呢，可能和我的身材和气质不是特别的搭。我想要的呢是那种吊坠足够的大，足够的醒目，有一定质感，看图片就感觉沉甸甸的好高级的那种银项链。链条呢可以是细细的，这样戴上身呢既有女性的柔美，同时又不失力量感。吊坠呢无论是什么样子都可以重点是要稍微大一点就行了，这样呢才能够带出随意松弛感来。而且冬季嘛，大部分都会穿那些比较厚重的外套这种比较大一点吊坠的项链呢才不会被外套淹没。如果这根项链的链条呢是黑色皮绳，我觉得勉强也是可以接受的吧，风格呢就会更加酷一点。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这种长项链不是很流行吧，或者以前有一个比较俗气的叫法叫做毛衣链就听上去土土的，对不对？所以我看了好久都找不到哪里买，急死我了。最后我掘地三尺发现很多北欧极简风博主呢很喜欢戴的那根项链呢是来自一个俄罗斯品牌，叫做 Elhasa。这根呢是925银的一根细细的银链条，加上下面是有一点点像花瓶一样的一个吊坠，蛮有设计感的。但是寄到美国来含运费的话就要接近$900我的天哪，我实在是下不去手因为这个牌子好像我也没有听说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靠谱，我不敢买如果有看到这支影片的朋友，如果买过的话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是不是可以买，我有点吓人，因为实在是太贵了。所以呢我就继续再找，最后我在 Massimo Dutti 呢找到一根是真皮皮绳加上银色吊坠的链子，看上去还是 OK 的，价格$69也不是很贵。而且呢这个黑色的皮绳是可以调节长短的，下面这个吊坠呢也蛮有建筑的美感的。我已经下单了，等收到之后呢跟大家分享是不是值得买。总之吧，我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长的大吊坠的银项链急死了。大家如果知道有什么品牌什么款式是值得买的，一定要留言告诉我，我真的很想买那就先感谢大家了。秋冬季节呢就要买外套了，今年最火的外套呢其实是麂皮外套，我也很想买但是呢我们这个就留到下一期的 wish list 里面单独再讲吧。今天我要讲的是秋天我很想买的外套，那就是风衣。虽然说风衣呢在今年并没有麂皮外套那么的火，也没有找到太多的厂商能够出比较好看的风衣，但是挡不住我对风衣的执着。我跟大家讲
那有些朋友呢，尤其是我上海的闺蜜啊，听到我要买风衣啊，都吃了一惊，说你为什么买风衣啊？因为现在这个天气一会儿嘛就巨冷，一会儿嘛就爆热，对吧？穿风衣的季节很少，太浪费了。其实不是这样子哦，我现在生活的纽约呢，是最适合穿风衣的城市之一了。因为我们这里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哦，基本上从8月底开始早晚就可以穿风衣了，一直可以穿到12月份，你能相信吗？所以可以穿很长的季节。而且呢，风衣本来就是从男士军装里面演变出来的，所以自带那种帅气的属性哦，和我的性格呢也是很 match， 我特别的喜欢。上身呢又很显瘦藏肉，走路带风哦。总之，我每次看到别人穿好看的风衣，我都会停下来，忍不住多看2眼。在我心目中呢，最完美的风衣，它一定是驼色的，而且是稍微廓形一点长款的风衣。这个呢，也可以排在我的长期主义衣橱里面的第2名，第1名就是白衬衫了。大家还记得吗？如果还没有看过这支影片的朋友呢，记得点屏幕的右上角复习啊！扯远了，我们再拉回来说风衣啊。我自己呢是有一件这个风衣的，是驼色的长款，我之前也穿过很多次了，买完呢也特别的喜欢，但是呢它的问题就是在于它是没有肩章的，大家看到没有？它是没有肩章的，而且整体的质地呢是有一点点偏针织质地的，更加柔软，所以它就去掉了传统风衣那种帅气，跟增加了一些女性化的气质。我本来就觉得有一件嘛，穿穿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呢，前2天我刷明星街拍啊，看到达妹在纽约出街的时候呢，穿了一件长款的风衣，是有肩章的那种款式，哎呦，好好看啊，硬挺有型啊，又燃起了我对风衣那种迷之的热情啊。那我现在就非常确定的知道，我要再买一件什么样子的风衣，还是驼色的长款，最好呢是要到小腿中间这个长度，至少是过膝盖。肩膀呢一定要廓形一点啊，然后是有大的肩章，整体的面料呢是稍微硬挺一点啊，就是有点防雨的感觉，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风衣了。我要想买这一件，而且啊，这种风衣搭配起来呢还不用费心哦，搭配裤子潇洒极了，帅气利落；搭配裙子呢，能够和裙子的柔美互相冲撞，打造刚柔并济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还可以肩膀上披一件啊，更可以做各种的叠穿，太好穿了，想想就觉得自己穿上一定会非常的好看。对了，关于版型呢，我这里还要说一下，我想要的那种风衣是更加潇洒廓形一点的，像全智贤身上那种风衣呢，我以前也买过试过，但是都觉得不太适合我，因为有点太拘谨了，而且长度也不够。当然每个人他都是有自己的审美的啦，我只是代表我个人啊，不是说别人的风衣不好看啊，只是说不太适合我而已。所以我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件完美的我想要的那种风衣的类型啊，我也在网上找了一大圈，居然没有找到。我真的是气死了。当然我没有去找那些5-6千美金的奢侈品大牌啊，我找的是中等价位的，很难找到。最后呢，我在 Banana Republic 网站上看到一件，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它是有肩章，还有各种风衣的经典元素，面料也是比较硬挺的。如果我买呢，我可能买中号，那这样的话呢，是有可能穿到我小腿的这个长度，也是比较适合我的一个长度。颜色呢是在驼色里面加入了一点点灰色，蛮适合亚洲人肤色的。这一件呢碰到打折是200美金出头，我可以考虑的是这一件。等我再继续找找看啊，希望今年秋天呢能够找到一件我心目中完美的风衣。那么至于麂皮外套呢，我会再单独做一期影片跟大家分享如何选款，如何搭配，以及我考虑会入的一些款式。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呢，记得拼命给我点赞留言啊。都看到这里的，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今年最火的颜色呢，就是深棕色。之前呢做开箱影片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尤其是棕色的鞋子。那我之前呢已经入了一双 Massimo Dutti 的棕色的单鞋，非常的喜欢。但这双鞋子虽然好，问题就是它其实是蛮薄的，而且呢这种款式的设计呢，穿到可能11、12月份就穿不了了，会太冷了。所以我想买那种相对能够穿的时间更久，冬天也能够穿的棕色的鞋子。
那我首先考虑的是，可能可以买的是棕色的麂皮乐福鞋。麂皮嘛，大家懂的，就是自带那种老前锋气质是我最喜欢的面料之一了。再搭配棕色大衣，同时呢加入灰色的毛衣和灰色的袜子增加书卷气。哇，这一套我真的很想一键复制，太好看了。棕色的麂皮鞋子呢，搭配棕色的外套也是很好的一组 CP 更有那种贵气感。方面的乐福鞋呢，我也蛮喜欢的，更容易打理。搭配袜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选那种白色的袜子，这个对比太强烈了。最好是选那种灰驼色灰灰的那种比较暧昧的颜色，搭配在一起呢，会更加浑然天成一点。可以试试看选一双有鳄鱼纹路的乐福鞋比如说肯豆前一阵出街呢，就穿了一双 The Row 这样的鳄鱼纹路的乐福鞋子，光腿穿非常的好看当然了，如果是搭配袜子穿呢，会更加实用一点。总之吧，棕色的鞋子可以和任何的大地色系、蓝色系、灰色系都搭配在一起要比黑色鞋子，我觉得在秋冬其实更加的实用百搭。棕色的跑鞋其实也蛮不错的 ，Adidas 的Samba 大家应该都知道。没想到今年秋冬的时候呢，悄咪咪出了一个可可色。我看了一阵激动上他们官网一看，早就已经告罄了，气死我了。如果你在的城市呢还有买这个颜色的话，一定要赶紧下手，真的好好看那我看了一圈可能会考虑买的有2双这种深棕的鞋子。第一双呢是 Madeware 这双乐福鞋，它是棕色的鳄鱼纹路，而且这个颜色里面加入了一点点红调，很显白，能够提气色。整个鞋型呢也蛮窄长的，而且这个乐福鞋这里还有一个金色的硬币，很复古这双鞋子是$178。Veronica Beer 的这双呢也不错，它是麂皮款式的，看上去更加老前一点。这个棕色的颜色就很正，不过还是要注意搭配否则呢会容易穿得老气。这双呢是$350入。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皮手套爱得深沉因为在我眼里任何的造型，比如说原来可以打60分的，加上皮手套就可以打120分气场2.8米超帅气的。如果还不能 get 到皮手套好在哪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图，一看就知道了。左边呢是针织手套，走的是偏文艺或者是可爱的路线；右边呢就是有光泽感的皮手套了，时髦有型，优雅又贵气。也难怪各国王室成员一年四季都会戴着皮手套出席公务活动哪怕不戴在手上，也要抓在手上，增加时髦度。时尚达人们当然也很喜欢戴皮手套啦，穿一身黑，只要加入了皮手套，立刻气质就上了 next level。我自己呢是有一副黑色的皮手套，戴了好多年，是来自一个法国品牌，叫做 Angenel。非常高级的一个牌子很多明星都戴他们家的皮手套。但是呢，因为我今年秋冬穿黑色应该不会太多，还是会多穿一些大地色系或者是灰色系的单品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想入一副彩色的皮手套，那就是酒红色了。比如说酒红色的皮手套呢，可以搭配酒红色的套装，同色系搭配最显高级而且因为面料不同嘛，又不会觉得沉闷。这一套就很有80年代大女人的复古风格，走在路上绝对回头率100%。酒红色的皮手套还可以搭配酒红色的毛衣也是通过面料不同形成微妙的反差，也给这一身穿搭呢增加了一些都市时髦感。酒红色和灰色也是一组好的 CP 穿一件很普通的灰色西装的时候，戴上这副酒红色手套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哎呀，我越看越喜欢，好想买一副那我找了一圈我可能会考虑购买的是这副 Theory 的酒红色手套。它呢是100%羊皮的，这个羊皮的面料呢是来自意大利的，质感蛮细腻的，颜色也调得蛮正的，而且最特别的就是它的食指这里呢是做了特殊处理，所以你可以戴着这副皮手套，这样可以滑手机的。其实我这副黑色的手套也是可以的好了，一口气分享了我的4个今年秋天特别想买的单品，包括有一根银色的长项链，一件驼色的长款廓形风衣，
一双棕色的乐福鞋，或者是棕色的跑鞋，还有一副酒红色的皮手套。大家有没有被我种草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感受吧。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了。如果喜欢这支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哦，这样才可以增加 YouTube 对这支视频的推荐的几率。那就感谢大家啦，下次见，拜拜。